我真的好久没有去九份画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糯米。今天我是要来九份画画速写的。在10年前开始当插画家的时候，就是画九份开始被大家认识的。每当我创作上遇到什么困难时，我通常会回到我自己的圣地九份，逛逛或者画画。我去的当天是非假日，在老街上就有蛮多不同国家的观光客，很难想象1-2年前这是空无一人的状态。如今看见不同国家的游客渐渐开始变多，真的替大家非常的开心。那当然来到了九份，我自己就会开启观光客模式啦。虽然是要来画画的啦，但是该吃的还是不能少。一个是插画柜，一个是藕银。我自己最喜欢的插画柜是阿兰的红豆版本，外面的表皮，老实说没有怎么太多惊艳的味道。倒是每日现做的关系，让皮能够保持新鲜，咬在嘴巴时，食物与唾液结合后，变得十分的滑嫩，加上绵密的红豆，真的非常的好吃啊！关于芋圆，我自己都是去阿甘乙啦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景色特别的棒。不过每次走到这一条走道的时候，都会想，或许可以整理得更好看一点。不过这已经比以前的动线更加的清楚了啦。以前我还不小心直接穿越隔壁的住家到景观台呢。这次拍摄为了轻便，我自己是带着手机跟3轴稳定器来玩。在吃芋圆的时候，我们就玩起追踪功能，能够透过手机 App 跟3轴的设定下追踪特定的物体，过程看起来非常的不错，很滑顺。玩着玩着，我们也把芋圆吃完了，口味没什么好挑剔的，景色又好，推。趁着有微风、没有大太阳的天气，前往最知名的阶梯，完成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吧。速写9份。原本我要画的是升平妓院前广场往楼梯画，但是一来这里都有车经过，二来广场楼梯旁的店家变得非常的丑啊。所以我就来到另一个我常画画的点，阿妹茶楼的对面。这一条路是往观海楼的走道，但由于这条走道也算是宽，在这里画画只要不要挑太前面的地方，基本上不会妨碍到别人拍照。毕竟人家都花机票钱来到了台湾了，对吧？这次用的设备比较不一样咯。其实我是手绘速写起家的啦。我自己非常喜欢用这款自来水毛笔来画画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方便嘛。画线条也有多种的变化，涂黑也相当的快速，非常的喜欢。那为了方便拍摄缩时，这次出动的 GoPro， 架设好之后来画画咯。首先我会先从重点的部分开始画，接着我会找到视觉上很方正的物体，先开始暖手。然后画出屋檐下的影子与灯笼，这样的方法可以让建筑物的立体感变得更加的厚实。即便我的眼睛是可以看到屋檐底下的木板，但是为了整体画面的立体感，我就必须舍去。这个方法会延伸到窗户玻璃面，在白天当中一律涂黑，原因跟刚刚所描述的一模一样。在运用毛笔画画的时候，线条有流畅的抑扬顿挫，就像是要写书法一样，这样线条才会有变化。这是在笔刷变干的时候，我会用飞白的方式，也就是干擦啦，来去描绘线条，让整体画面的丰富程度变得更高。至于我在画人物的时候，
我习惯用毛笔的侧锋来去描绘头发跟衣服。记得涂黑的过程当中留一点点的白，将会让黑白之间有更多的想象空间。那个前面的人自拍的有点久，所以我就把它画下来了啦。有没有发现我在过程当中是不打稿的？好好的学透视还是有一点用处的啦。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绘画技巧，记得订阅糯米的频道哦。在绘画的过程中，不少外国游客、台湾游客都会前来关注。那种不同国家在赞叹的声音，听得十分的开心啊！再搭配了9份周围热闹的声响、阳光与微风，我想这就是绘画经历了相机时代、AI 时代，还能够令人着迷的原因之一吧。毕竟这样的过程是 AI 难以让人体会的快乐。图画的时间即将来到了尾声，用毛笔写下阿妹茶楼，并且在角落签名之后，这趟速写的旅程就画下完美的句点啦。是不是非常的好看呢？既然我们都画了阿妹茶楼，我们就决定前往阿妹茶楼的顶楼喝茶聊天，看着美丽的海湾，悠哉度过一天的下午。